茶歇中文第72集，末代皇帝溥仪上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你正在收听的是茶歇中文，我是 Nathan， 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在这里，我们用简单的中文聊有意思的话题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想感谢在 Patreon 上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是你们让茶歇中文变得越来越好。如果听节目的你也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，请去网站 patreon.com/teatimechinese。你听说过一部电影叫做《The Last Emperor》吗？我相信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都听说过，可能也看过这部电影。它的中文名字叫《末代皇帝》，这是意大利导演 Bernardo Bertolucci 在1987年发布的电影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放一小段电影的预告片。Prisoner 981 reporting. Open the door. Why do you think you're in here? I am accused of being a traitor, a collaborator, and a counter-revolutionary. It is not an accusation. You are a traitor, you are a collaborator, and you are a counter-revolutionary. 末代皇帝这部电影讲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故事。这个皇帝的名字叫溥仪。在今天的播客里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溥仪一生的故事。溥仪的一生里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一集播客是不够的。我计划用2集播客来介绍溥仪。今天是第1集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来看看溥仪年轻时的生活。你知道吗？在28岁之前，溥仪已经3次成为皇帝。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长话短说，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先回到400年前的中国。在1616年，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建立了一个朝代，叫做后金。努尔哈赤是一个满族人。满族人和汉族人的名字很不一样。爱新觉罗是他的姓，努尔哈赤是他的名。30年后，努尔哈赤的一个儿子建立了清朝。之后，所有清朝的皇帝都是来自爱新觉罗家族。1906年，在北京的一个皇宫里，一个男孩出生了，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·溥仪。溥仪出生的时候，清朝的皇帝叫载湉，人们叫他光绪皇帝。光绪没有孩子，溥仪是光绪的弟弟的儿子，所以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皇帝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再介绍一个人，那就是慈禧。慈禧是一个很有权力的女人，在皇宫里
很多人听他的话，甚至皇帝也要听慈禧的话。有人说，慈禧统治了中国47年，也有不少人认为是慈禧杀死了当时的光绪皇帝。发生了什么呢？1908年的11月10日，37岁的光绪在喝了酸奶之后，突然身体不舒服，4天后死了。碰巧的是，这时候72岁的慈禧也快死了。听说光绪去世的消息，慈禧在病床上命令下一个皇帝会是溥仪。发布完这个命令的第2天，慈禧也去世了。今天很多人认为是慈禧给光绪喝了有毒的酸奶。至于慈禧为什么要杀死光绪，仍然是今天人们讨论的话题。电影《The Last Emperor》里描绘了慈禧去世的场面。Little boy, I have decided that you will be the new lord of 10,000 years. You will be the son of heaven. 于是2岁的溥仪成为清朝的皇帝，这是他人生中第1次成为皇帝。不过他还太年轻了，主要决定事情的人是他的父亲载沣。不久之后，在1911年，中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。你还记得吗？在播客的第63集，中国历史上的抗议运动里，我们讲过孙中山这个人。1911年，孙中山开始辛亥革命 （1911 Revolution）。中国的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独立了，不再被清朝控制。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的临时大总统。为什么叫临时大总统？因为孙中山说，这个总统不是人们选出来的。中华民国刚刚成立，还没有时间选总统，所以孙中山暂时做一段时间的总统。清朝的皇宫里，人们都很着急，因为他们知道清朝快要结束了。怎么办呢？在1912年的2月2日，清朝的皇宫里开了一个会，大家同意清朝不能再有皇帝，溥仪不再是皇帝了，清朝结束。人们选了另一个人，想让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，那就是53岁的袁世凯。袁世凯是谁？他原来是清朝的一个大臣，大臣就是一个为皇帝工作的人。袁世凯为清朝做了很多事情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孙中山知道以后，也觉得袁世凯很好。1913年，袁世凯成为
中华民国的大总统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清朝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年轻的溥仪并没有离开紫禁城 The Forbidden City。 中华民国同意溥仪继续生活在紫禁城。在紫禁城的外面，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，已经没有皇帝了。但是在紫禁城里工作的人们还是留着长长的辫子，他们还是把溥仪叫做皇帝。只有在这里，清朝还在继续。这时候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不少人开始支持袁世凯成为中国的皇帝。他们的理由是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有皇帝的，突然没有了皇帝，中国人会觉得不习惯。比如说，英国有国王，日本有天皇，中国也应该有皇帝。袁世凯以为大家都支持他做皇帝，于是1915年，他开始准备建立新的国家，新的国家叫中华帝国 Empire of China。 袁世凯的称号是中华帝国大皇帝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有一些人不想让袁世凯成为皇帝，一些地方出现起义 rebellion。 日本人也不想让袁世凯成为皇帝。袁世凯知道了以后，宣布自己不再当皇帝了。1916年的6月，袁世凯去世。本来中国要成为中华帝国，但是现在中国人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国家了。有一个支持清朝的人，名字叫张勋，他带着5000个士兵进入了北京。这5000个士兵都有长长的辫子，表示他们支持清朝。1917年7月1日，溥仪重新坐上了皇帝的位子，这是他人生中第2次成为中国的皇帝。人们刚刚阻止了袁世凯成为皇帝，现在清朝又要回来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很多人不满意。很快，中华民国的军队攻打北京，把张勋的辫子军队打败了。溥仪又不再是皇帝。溥仪这一次只当了12天的皇帝。1919年，一个英国人来到北京的紫禁城，他以前在香港的英国政府工作，后来人们请他来做溥仪的老师，他的名字叫 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， 他的中文名字叫庄士敦。 Your Imperial Highness, the new tutor, Mr.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. How do you do, Mr. Johnston? How do you do, Your Majesty? 庄士敦很喜欢中国的文化，
中文也说得很好。庄士敦教溥仪学习英文、数学和地理。他和溥仪的关系很好。有一次，庄士敦教溥仪怎么打电话。溥仪第一次打电话就打给了北京大学。你猜是谁接的电话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。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谁？你还记得吗？对，是胡适，就是我们前不久在播客里介绍过的胡适。1921年，在紫禁城里，人们决定溥仪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。人们把4个满族女孩的照片给溥仪看。溥仪选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女孩的名字叫婉容。1922年，溥仪和婉容结婚。1924年，中华民国不让溥仪住在紫禁城了，清朝的生活再也没有了。他住在北京的一个大房子里，每天有中华民国的士兵保护他。他请英国老师庄士敦问了英国政府，能不能让溥仪去英国。英国政府看见溥仪不再是皇帝，觉得他已经不重要了，所以拒绝了。同时，这给了日本政府机会，因为日本人觉得溥仪非常重要。他们偷偷告诉溥仪，说日本人愿意帮助溥仪重新成为皇帝。溥仪不喜欢中华民国，而是相信了日本人，于是找机会逃到了天津。在天津有日本人控制的地方。1931年，日本军队攻打中国，只用了4个月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。日本人邀请溥仪去东北，他们答应溥仪说，在中国的北方会成立一个新的国家，而在这个新的国家，溥仪会是皇帝。溥仪答应了。一天晚上，溥仪坐着日本人的船，来到了辽宁这个地方。到了这里，溥仪才发现，日本人决定所有的事情。日本人把溥仪放在一个旅馆里，这个旅馆的名字叫大和旅馆。溥仪给日本军官板垣征四郎写信，说如果不能当皇帝，他就要回到天津。3个月后，日本军官板垣征四郎来到大和旅馆，跟溥仪见面。板垣告诉溥仪说，日本要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这个国家的名字叫满洲国，首都在长春，而长春会被改名叫新京。在这个新的国家，会有5个民族的人一起生活：满族人、汉族人、日本人、蒙古族人和朝鲜族人。
板垣解释说，这个地区本来是没有日本人的，但是因为日本人对这里的贡献很大，所以日本人会跟其他的民族一样，是满洲国的国民。在满洲国，溥仪会成为元首，就是英文里的 Head of State 或者 Chief of State。溥仪刚开始不同意，因为他只想当皇帝。不过板垣答应溥仪，说以后会有新的法律帮助他成为皇帝的。1932年，溥仪到达了满洲国的首都长春的火车站。溥仪下了火车，看见很多人来欢迎他，到处都是音乐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满洲国的国旗。有的人告诉溥仪，说他们等待皇帝回来已经20年了。溥仪听了，心里充满希望，他感觉清朝又回来了。1932年，日本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。1934年3月1日，溥仪正式成为满洲国的皇帝。日本政府送了溥仪一个礼物，这是一辆 Cadillac 的汽车，车上是满洲国的国旗。这是溥仪一生中第3次成为皇帝。1934年，溥仪28岁。在28年的时间里，溥仪已经3次成为皇帝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至于溥仪成为满洲国皇帝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请你听下一集播客。在下一集节目里，我们会一起来看看溥仪在满洲国的生活，去日本的经历，还有后来去苏联的经历。如果你想看播客的原文的话，可以去茶歇中文的网站免费阅读。如果你想下载 PDF 的原文、单词表和作业的话，也欢迎你成为 Patreon。 当然，也欢迎你在 YouTube 上找到这一集节目。我会在视频里放中文和英文的字幕。听了这一集播客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你在视频下面留言。那么今天的茶歇中文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我是 Nathan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This is a Tea Time Chinese production. We want to make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prehensible for everyone. If you find our podcast useful, please give us a 5-star rating on Spotify or Apple Podcast. Find out more at teatimechinese.com.